我们知道你有难处，不然不会出尔反尔。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还有21户呢。我媳妇起过誓，不能出卖别人，要不然他们的损失得管我们家要。哎，周南，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你就那么听你媳妇话？不是真逗了，你还？楚厅长，刘叔之前帮过我的每一件事儿，我这儿都记着。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想离婚。我总不能因为这件事让家散了呀。是，我是妻管严，我没本事。可是我一直偷偷攒着私房钱。这卡里有24000块钱，麻烦你们帮我转给牛叔。你觉得牛峰会要你的钱吗？他不要，我也必须给他。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退休的法官。你知道对一个退休的法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吗？这么多人，都是街坊邻居，合起伙来造假陷害他，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可他那天在法院，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因为他伤透了心。你们也承认，他曾经公正执法，无私地帮助过你们。他一生没有子女，可能在他心里，就把你们当成了他的儿子。你们知道他的家里有多少感谢信吗？你们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他一生帮助过多少吗？我说个重话，我也是法官。如果有一天，我帮助过的人回过头来这样对我，我会觉得很寒心。你刚才说，把你攒的私房钱都给他，说明你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你不懂的是，对于牛峰来说，他最看重的不是钱，他最看重的是法官的荣誉，是法官的尊严。这或许对他来说，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楚厅长，我愿意作证。刘楠，我不是说了不让你跟赵子睿再来往，也不让你再见这帮法官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王凌云，我提醒你啊，请你不要妨碍我们调查取证。刘楠，你是不是想离婚啊？离就离。你说什么？楚厅长，请你们把我的话录下来。你说吧。我愿意作证。这75000块钱，是我们交给周慧芳阿姨帮忙炒股的。欠条是股票暴跌之后，我们逼着周阿姨签。赵婶，人都来了。现在的形势啊是这样的，执行就差临门一脚了。但是老话怎么说来着？堡垒
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果然，你看现在出现叛徒了吧？那咱们就按事先说好的，谁出卖咱们就让谁接着赔。我说到这事儿啊，我寻思着咱们这么干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老牛人不错，无儿无女的，老伴儿又不在了。要说啊，他这辈子啊，真够不容易的，街里街坊的，以后啊，还要见面了。厚道，要想厚道容易呀，要脸就别要钱呐。我就看不上你这样，要钱的时候往前挤，现在想厚道了。看来前天啊，毕竟是后来补钱的呀。这件事儿要是有人把内幕说出去，没准啊，我们还违法了嘞。违法？他周慧芳按没按手印啊？我告诉你，咱这叫有法可依，懂吗？牛叔，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子睿啊，你明天找个人帮你顶班，你跟我出去啊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找个合适的中介，把我的房子挂牌卖了。啊？你啊什么啊？我还得抓紧时间租个房子。牛叔，你干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刘楠已经被您录音作证了，您不用搬。你懂什么呀？那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下周5之前必须搬出去，要不然就得强制执行。我当过法官，我能让他们强制执行吗？所以说啊，下周5之前有没有住的地方，我都得搬出去。各位老板，好久不见。首先，我代表启伦集团的陈总，对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启丰律所表示由衷的感谢。在座的各位老板都是青港市开发项目中重要的供货商，我们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诚邀各位进行诚意的合作。港通电器已经有合作的律所了，不好意思啊，洪律师。我们环形水泥也有合作的律所了。对，我这儿也有了。我们也是。你们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是天成吧？啊，而且据我所知，你们跟天成签订的合约也会在今年到期。穆律师的消息很灵啊，我们确实马上要和天成续约了。按照我们陈总的意思呢，不是让你们现在就跟天成律所解约，是希望各位跟天成律所的合约到期之后，把你们公司的法律事务转到我们启丰律所来。穆律师，我们与天成的合作可不止1年2年了。好好的合作，说结束就结束，您总得给点理由吧？我们启丰律所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来面对大家。首先，在服务费上，我们一定给出业内最低的价格。其次，在晨光广场的项目开发中，各位作为上游的供货商，会优先获得订单，并且保证价格。陈总，按照您提供的名单，有几家已经跟我们签了，还有几家处于观望中。不着急，有签头的就行。尝到甜的以后，后续会有人陆续跟进的。陈总，其实我跟天成律所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心地还挺善良，难得啊。但是你多虑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些公司都跟咱们启丰律所合作，那么他们所有的经营和生产的数据，你是不是都完全掌握了？对，这些呢都是我们上下游的关联企业。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这些数据
找到他们的问题。这些都是合法的经营公司，哪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们启伦集团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数据中找到问题，那更是件好事啊。秦女士要咨询什么法律问题？我在昌盛村和非遗传人黄春香开了一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黄春香转让了房屋产权，但现在房屋产权方要求我们尽快搬走。说实话，办这间博物馆花了很多心血，能做成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崔律师，有没有办法能保住这间博物馆？秦女士，我不趟浑水。您什么意思啊？这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民间艺术就是个幌子吧？对律师，你最好说实话。收走黄春香房屋产权的，就是启伦集团的李博。之前方强10%的股份，你应该知道。斗来斗去，最后还是李博收了。那就不是浑水了，这就是个烂泥潭。崔律师，我是个商人，我承认我也有我自己小小的野心。现在青港是个企业家都想在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分一杯羹。弱水3000，我只取1瓢饮。可现在陈启伦是1勺汤都不给我喝，我不甘心。这间博物馆是我最后的抗争，最后的筹码。所以我请求你，只要你能帮我，把我敲进去的这根钉子留下来，律师费您说了算。不是律师费的问题，你的心情我理解。关键是，我帮你争什么？房子没了，博物馆你可以重新开，换个地方就可以了。现在是新的房屋产权法，他不愿意让你开博物馆，那是他的权利。那你说，这官司我帮你怎么打？崔律师，主任，骆总和孙总到了。哦，请他们进来。好的。崔律师，您帮帮我。必输的官司，律师不会接的，请回吧。骆总、孙总，这边请。不好意思。谢谢。请慢用。哎呀，喂，好久不见了啊！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们聊聊这个续约的事儿。崔律师啊，我们来这儿就是为这事儿。昨天下午啊，我们公司总经理会议决定，与您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啊，就不再续约了。什么意思？是不是天成律所哪方面怠慢了二位？没有，只是公司做了新的调整。什么调整？实话告诉你吧，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我们转给了启丰律所代理。我们也知道您和穆子峰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养家糊口。我们的几个供货公司都与启伦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要靠启伦集团吃饭。所以
我们也不想因为1年数额不高的法律顾问费，再跟启伦集团闹翻了。这一点，希望崔律师能理解。楚厅长，你们快救救牛叔吧，他们要把房子卖了。你没跟他说我们已经有新的证据了吗？说了，可是他说必须尊重法院判决，下周5之前必须搬走。我今天是悄悄的把他房产证给偷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他上午就去找中介了。他要是真把房子卖了，他下半辈子怎么办？他无儿无女的，那养老院也不是说进就能进的。他那性格，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是真怕他悄没声的找个地儿租了房子住，那不真成了老无所依、孤独终老了吗？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偷他的房产证，这涉嫌违法，赶紧给他还回去。还有，牛峰要是坚持卖房，那也得尊重他的意见。我就是犯法，我也不能让牛叔把房子卖了吧？楚厅长，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带我去见一下你们唐凯民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他，还管不管他师傅了？谁？什么师傅？你们唐凯民院长刚进入法院工作的时候，就是牛叔的书记员，逢年过节的时候都必须去看他。怎么着？现在遇到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他师傅了？没证据的时候我不来，我知道要遵纪守法，可是现在不是有证据了吗？我今天就是要问问唐凯民，还管不管他师傅？是唐院交代的，不让告诉你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唐院怕呢，他这个身份干扰你们的执行，怕你们顾及感情、顾及领导，畏手畏脚，影响公正。其实不光是唐院怕，牛峰也怕。你都不知道啊，唐院要去牛峰家里见他，被牛峰给拒绝了。牛峰说：“案子没结，还是不见面的好。”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牛峰确实是被人陷害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不能因噎废食。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就要实事求是啊！我们不能因为牛峰是退休法官这个身份，就让他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卖了。楚林，你记住啊，一定要给申请人做好解释工作啊！周局好，楚厅长，牛峰来了。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包不在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好事。你糊涂啊！对不起，楚厅长，我今天来是向你们表示感谢的，感谢你们愿意帮助我这个老同志，我这心里啊，真是挺温暖的。第二呢，子睿这么多年跟我相处有感情了，但是他不让我卖房子啊，这不是帮忙，这是添乱。牛叔，你平常没少帮助他们，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子睿啊，你别老说我帮助他们，这都是老邻居，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情。
你周阿姨走的时候，谁没过来帮忙啊？我生病发烧，你赵婶送汤，沈叔送饭，都来帮助我。人生这一辈子啊，谁家能不遇到点事儿啊？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咱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只记住坏，不记住好。以后啊，我即便就不在那边住了，也都是些大半辈子的邻居，相互之间留下一点好印象，挺好的。既然刘楠已经答应出来作证了，我也启示了领导，这个案子我们建议提起再审。您可以考虑一下，不用那么着急卖房。楚厅长，我知道你们发现证据了，可是仅凭一条证据又能怎么样呢？不瞒你们说，我这几个月一直睡不踏实，天天都在做梦。梦里啊，我就在问我老伴，我说老伴儿啊，你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没有向别人借过钱？可是我老伴总是不答应我。22张欠条，你们现在发现有一张是假的，但我问你们，还有这21张欠条，但凡这里边有一张是真的，那怎么办？我是一个法官，真的要发生这种事情，那就不是刘峰欠钱不还，而是法官官官相护。如果真要背上这个骂名，我就是死了都对不起法官这个称呼啊。所以房子我决定卖了，把钱全还了，我的心里才踏实。陈总，可能之前我们有些误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出解释。我想，启伦集团没有必要跟天成过不去。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青港这么多案子，启丰一家也吃不下。如果启丰和天成联手合作，共同拿下青港所有大企业的法务，这才是共赢。我相信陈总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详细的方案我都带来了。陈总，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在这份方案里有天成重要合作伙伴的名单，您先看看啊。方案我就不看了，崔律师，请拿回去吧。陈总，天成律所在青港排名第1，如果我们合作，我想对您一定有帮助。在青港排名第1的律所只能有一家，但是我选择了跟穆子峰合作。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我还希望崔律师今后多多给穆子峰面子，给了他面子，
就是给了我陈启伦面子。对不起，我还有事。李总，送送崔律师。崔律师。告辞。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找穆子峰。好，穆律师。哦，好的。喂，穆律师，前台有位先生找您。好的，您稍等一下，律师马上到。呵，都有自己的律所了啊！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就你这路货色啊，能在青港折腾出这么大的风浪来。给我解解惑，这次又出卖什么了？啊？那陈启伦能这么捧着你？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只是知道，陈总选人的眼光要比你高得多。陈启伦能看得上你，这也很正常。你俩很般配，出身卑微，狼狈为奸嘛。死气中战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穆子峰，咱俩做不了翁婿，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吗？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呢？背后拆我台，你敢摸着良心跟我说，这么多的客户跟天成解约，不是你给陈启伦出的主意？如果我说不是我，你信吗？本来我想，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雾朝天，各走一边。现在我明白了，是你不肯放过我。上行，徐律师，我改主意了，咱们见个面。金女士，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你办这个博物馆，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吗？有租约吗？没有。这博物馆本身就设立在黄春香的房子内，我们只是合作，我负责运营。没有租约吗？我想一定有。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解决你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崔律师，请说，只要我秦红做得到。这是天成律师事务所针对你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您看一下。签了这份合同，5年之内，
您所有的法律业务都由天成代理。金女士，这也是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请你理解。崔律师，我完全理解，我签。给。现在可以说您的办法了吧？根据《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卖不破租赁。买卖不破租赁。秦女士，我再问你一遍，你可要听清楚了。你是不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有没有租赁合同？如果有租赁合同，在合同期内，房屋的使用权还是你的。有，我想起来了，我有租赁合同。很好。一会儿我会把租赁合同的范本发给你，你誊写一份，签了字交给我。记住，保存好合同原件，一定要手写。合同的签订日期一定要在房产过户之前，这是最重要的。黄老师，您这些作品还有木料，都打算怎么处理啊？送的送，扔的扔。反正小池也不想继承这门手艺。黄参木雕，在我这儿就断了。黄老师，关于博物馆呢，我有个新的想法。都到这份儿，还有什么想法？我不想让那些人再上门来催我。黄老师，您先别着急收拾。哎，慢点，我啊。哎，您先看看这个。这什么呀？房屋租赁合同。你要租我房？您听说过买卖不破租赁吗？我跟您解释一下，民法典有条文规定，只要我们的租赁合同签约日期在您转移房产之前，他们就不能让我们搬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签了，把签约日期定在博物馆开业之前就行。这是造假啊！黄老师，这不论是贾小飞还是拆迁公司，他们不造假吗？他们把您和黄池欺负的还不够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您这房子来的。这房子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现在咱们这么做，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最后还是要走的。黄老师，你看仔细了，这上面的租期写的可是20年。您真舍得搬走啊？您走了，这博物馆怎么办？您真忍心啊？看你这么多的好作品，就这么放在箱子里，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吗？
还有你的学生们，你打算放弃他们了？这些可都是您毕生的心血啊！这个博物馆，我是肯定要再为您开下去的。律师我也咨询好了，只要这份合同成立，我们可以不办。我相信，在这段期间内，一定可以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将皇室木雕传承下去。证书了，哎，你怎么来了？周末不用给你姑妈当店小二啊？是我让他来的。哎，小子，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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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写在这上面，加油！真香！去呀！你们俩这是急不成啊？九叔，放心啊，绝不外传。九叔呢，非得把这个老意大利打卤面的配方给我。本来啊，今天我姑父姑妈都要来的，后来呢，他们嫌远，就说让我自己一个人来学。等我学会之后呢，回去做给他们吃，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吧？坐吧。能喝酒吗？酒量很差，一杯两杯就差不多了。这怎么了？看你有点 EMO 啊。刘峰这个案子，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这当了一辈子的法官，最后案子弄到自己头上，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神圣的法律，为了捍卫法官的尊严，居然把房子卖了，赔了所有不该赔的钱，值吗？我觉得值。人们不是常说吗？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拿金钱来衡量的。像牛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虽然他赔了一大笔钱，但是他买了个心安理得，从此以后安然入梦，不再烦恼。哎，你知道朝圣路上那些三步一叩首、行跪拜大礼的人吧？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使命感和敬畏心，所以呢，才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累。法，在牛峰的心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问我自己，如果换作是我能做到牛峰这样吗？没有答案。季林，你能做到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能做到吗？我姑妈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分享给你啊。有很多事情呢，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那就放一放，看是他会起变化呢，还是你会起变化？没准过一段时间呢，哎，就想通了。通俗的说啊，这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罔顾左右而言他，逃避。真的话糙理不糙。
喂，哎，楚厅长，升了。谁升了？股票升了，周慧芳的股票这几天好几个涨停板。股票现在价值多少1423675元。老天有眼呐！赶紧给牛峰打电话，为了防止股票再次下跌，跟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尽快把股票卖了，能挽回多少损失，挽回多少。知道了。股票涨了，涨了！你看我姑妈说的没错吧？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瓶我请。哎，你们能不能聊点别的？干嘛老聊工作呀？聊什么呀？聊生活，聊理想啊！小子，听过楚云唱歌吗？百灵鸟似的。别瞎说，没这回事儿。真的吗？没这回事儿啊！哎呀，别在我这儿坐着，带着楚云上卡拉 OK 试试。快去快去！卡拉什么 OK 呀？就在这唱不就完了吗？来，唱一个。我给你起个调，祝你生日快乐。哎，最后牛老还是坚持把房子给卖了。好消息是，因为股票涨了，牛老只赔付了40多万的差额。他用卖房子剩下的一部分钱呢，买了一套旧的2室1厅，60平米左右，够住了。周围生活医疗也挺方便的，您放心。啊，对了，牛老还说，等搬完家之后呢，来院里边看看您。我应该去看他。我刚当法官的时候，第1堂课是他给我上的。没想到我快退休了，他又给我上了1堂课。黄老师，房产交易中心的审核都下来了，你怎么还不办呢？我看您这东西都没收拾呢。之前不是说了吗？您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花钱帮您请搬家公司啊。黄老师，您不是还有事要忙吗？这交给我吧。李总，请坐。我正好有事跟你说。你先看看这个。秦女士，提醒您一句，合同造假，那可是违法的。有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房子的买卖手续马上就要走完了，你们应该搬走的，结果冒出来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这么巧合的事儿。这事儿也赖我。开幕前几天我忙得焦头烂额，开幕当天又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忙着处理，
就忘记有合同这件事。要不是黄老师要搬家，律师提醒我，既然符合法律程序，为什么要搬呢？我才想起来，我和黄老师是有租赁合同的，只是合同一直放在律师那儿。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钱我也付了，现在是属于我个人名下的财产。你们现在说变就变，说不办就不办啊！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申请对你们强制执行。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的憧憬着，落水的、将就的、奖励的、无力的躲避着，逃跑的、安静着、吵闹着、混沌着、崩溃着，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都无力面对。勇敢的、坚定的、坚毅的、守护的人啊，奋力的、无畏的、坚韧的、摆着不挠，照亮你。邪恶的、虚伪的、卑鄙的、懦弱的、复杂着，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都无法抵挡。勇敢的、坚定的、高尚的、守护的人啊，奋力的、无畏的、前行着、摆着不挠，照亮你。